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扶贫停车场？停车缴纳的不再是停车费，而是扶贫费用。见过的弹幕打个1，没有见过的打个2。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在清远的山区里，还有很多类似的扶贫停车场。据我了解呢，在一些贫困山区，由于条件所限，进行工业、农业或其他产业来扶贫的话，困难较大。于是会由政府出资建设停车场，缴纳的停车费再以分红的方式提高贫困户的收入，带动当地的经济。其实感觉有点像无奈之举啊，但也算是一种新的扶贫途径。提到广东，大家想到的首先都是繁华的珠三角地带，比如广州、深圳。我现在所在的广东清远，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。清远可以说是广州的后花园，离广州就1个多小时的车程。虽然离广州很近，但因为地形以山区为主，所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，有很多地方还是处于比较贫困的状态。这点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认知。外省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广东是个经济发达的省份，但其实发展是很不均衡的。大学期间我来清远贫困山区支教过，当年和村干部也有过交流，他们一直希望能发展当地的旅游业，以带动山区的经济，但效果并不好。其实清远的自然风光还是很美的，山清水秀，而且有着跟桂林一样的喀斯特地貌。在群山中穿行的时候，会有种在桂林旅游的错觉。在偏远一些的山区，还保留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。依山而建，在城市里待久了，过来放松一下，会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。现在刚起床，这边的早上跟桂林那边还真的有些像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电瓶车还是劳斯莱斯的，这个农庄的环境还是很好的，特别是这个山。有没有朋友是去过阳朔的呀？它后面这个山跟阳朔的那个山很像。广东美食名闻全国，而清远的走地鸡、走地鸭则是名闻广东。因为是散养的，吃的也是草或者虫子，所以它们的肉质很好。两个舔狗，为什么狗会对这种的声音特别敏感？哇，它弄得好痒啊！来广东吃过大排档的朋友应该见过这个东西，门窗边经常挂着一袋水，大家猜猜看是干嘛用的？用膳后，我便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景点——洞天仙境，一个有地下河穿行的天然溶洞。这个溶洞应该是我见过最大的了，洞内的气温比洞外要低很多，仿佛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。跟很多景区一样，围栏上都挂满了游客祈福的愿望，非常的雨后登上山顶，云雾缭绕，真的有种仙境的感觉。加上没有什么游客，整个景区显得非常清雅僻静。这个狗真可怜，下雨都没有伞，也不会去避雨，还好我会。空的。这里面还有个鸡蛋饼，不知道放了多久了。在前往下一个景点的途中，我路过了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石桥，当地人把它叫做小赵州桥。那这个桥是什么朝代的，知不知道？明朝。哎，谢谢。大清300年了，民国到现在还不100年左右。哇，明朝的这个桥。这一片区域叫做英西枫林，因为自然风光和桂林很像，也被叫做清远小桂林。现在所在的景点属于枫林小镇，景区很大，也是这边风景最像桂林的区域之一。边走边拍，逛一圈需要2-3个小时，同样也是比较冷清。其实如果单纯的从游客的角度来看，这边的自然风光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，但如果之前是去过桂林的朋友，应该就兴趣不大了。而且这边的景点比较分散独立，交通、餐饮、住宿等配套也不完善，除了跟团外，基本只能自驾出行，否则会很不方便。加上宣传方面的因素，基本上只有珠三角的游客才会选择过来旅行。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广州旅行，时间充裕的话，可以过来体验一下广东的乡村风光。